盘点小智所有能够超进化的宝可梦。一、喷火龙。喷火龙是小智初代御三家里唯一最终进化的宝可梦，也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王牌之一。虽然说喷火龙被称作是亲儿子，但无论是超级进化还是超级巨化，全都和小智的喷火龙没啥关系。尤其是在 XY 的时候，小智的喷火龙根本就没有登场，于是为了展现喷火龙的双形态，就分别给了艾兰和多罗巴两种不同的超进化。比较可惜的是，游戏里表现更强的 Y 喷却草率失败，让艾兰拿下了胜利，再加上后来还有当地的最强喷火龙，小智的喷火龙就实在是吃了时代的亏了。二、蜥蜴王。蜥蜴王是小智在超世代里最强的王牌，当然在大会比赛上，小智没能打到更高的名次，主要还是吃了森林蜥蜴没进化的亏。不过到了后来，森林蜥蜴进化成蜥蜴王后，不仅帮助小智称霸了对战开拓区，还在和小瑶的对战的华丽大赛上逆属性战胜了火焰鸡。等到了神奥铃兰大会4强赛中，小智又用蜥蜴王补刀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达克莱伊，非常强势。只不过为了给后面的精灵让路，所以蜥蜴王就没有再回归过了，就连超进化也都给了小智劲敌之一的祥太。可惜的是，4倍抗水的超级蜥蜴王最后还是败给了小智的甲贺忍蛙。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甲贺忍蛙是真的太耀眼了。3、冰鬼户。小智冰鬼户的实力非常强，基本上每次登场都能够带走一个，但因为冰鬼户和蜥蜴王都是登场于超世代，再加上他的人气并不算特别高，就连蜥蜴王都没回归过几次，所以冰鬼户到了后面世代是真的比不上新收服的宝可梦，即便是有了超进化，也只是在剧场版里出现，并且还是被反派利用强行超进化的产物，实力肯定是远没有正常情况那样强的。4、大比鸟。要说小智忘记的宝可梦里，大比鸟绝对是最经常被提起的，而大比鸟也是真的惨，明明就在真心镇不远处，这么多年却一次都没有亮相过。即便是超进化有它，那它在动画里也没有表现的机会，真的是太可惜了。5、路卡利欧。自从剧场版播出后，路卡利欧的人气就没有低过，而到了宝可梦旅途，小智有了新路卡利欧后，路卡利欧登场就基本没有输过，不管是对战彩豆还是电刺，又或者是后来的奇巴纳，路卡利欧都能够力挽狂澜。当然这里面超进化也是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到了后面对战当地的喷火龙，那就是王牌之间的重磅对决了，想想就有点期待了。6、耿鬼。耿鬼是小智在宝可梦旅途研究所里收服的宝可梦，作为初代就登场的紫胖子，小智在很早的时候就和这些爱捣蛋的耿鬼家族结下了缘分，像是当年挑战纳兹的时候，小智就用鬼斯通混到了一个徽章，到了飞机大船上又碰到了守护前主人奖杯不肯走的耿鬼和鬼斯通这些。除此之外，耿鬼还在番外这些也都有出现，因为路卡利欧的缘故，所以小智的耿鬼通常就只是超级巨化。要是小智能在第6世代获得耿鬼的话，说不定耿鬼被安排的就是超进化了，而且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超进化，其实也并不冲突，像是科尔尼的爷爷就是这样。虽然前面耿鬼总是被当作炮灰，但现在也算是小智超级巨化的绝对主力了。好了，以上就是小智所有能够超进化的宝可梦，你们最喜欢谁呢？